女孩洗澡没有关门，路过的父亲恰好看到了，看着女儿背上钢刺的纹身，他竟举起手机拍了下来。诡异的是，女孩明知父亲在身后，却没有惊讶，反倒是露出一副诡异的表情。这一切怪异举动并非父亲是变态，而是因为女孩失踪3年头一晚回到家，父亲只是想查明到底谁抓走了他的女儿。3年前的某一天，是小敏母亲担任市长的第一天。出门前，父亲千叮万嘱小敏，下课后记得参加母亲的任职演讲。然而如此重要的日子，小敏却迟迟没有出现，家人打爆了电话都没人接听，回家后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父亲打开了软件定位，查到此时孩子正在临近邻国的公路边。本以为小敏又像昨晚那样跟同学出去彻夜未归，却没想到只在路边的草丛找到了她遗留的手机。父亲老马是经验丰富的警察，他一眼便从周边的轮胎印判断出孩子被绑架了。但由于是亲属不能参与调查，他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同事。隔日，几十名志愿者展开了地毯式搜查，可惜找了几天就只找到小敏的单车，而他的人就像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没出现过。时间一晃过去3年，老马为了找回女儿辞去了工作，专心寻找线索。因为这个他忽略了家庭，你妈跟他离了婚，还交了新男友。这晚小敏突然出现在马路中央，被路过的货车司机发现带了回去。警方第一时间对她进行了鉴定，诡异的是她上身被裹了一层保鲜膜，而背上留有一个新鲜的纹身。经鉴定，纹身是当天刺上去的，身体也有明显被虐过的痕迹。父母收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看到失而复得又营养不良受脱相的女儿，两人既开心又心痛。而小敏的眼神总是小心翼翼的，也不跟父母说半句话。为了不刺激到孩子，你妈决定让男友暂时先搬走。墙上的照片也换回了以前一家4口的合照。小敏回到家，对着照片看了许久，似乎失去了很多记忆。但当看到弟弟时，她还是像以前那样宠溺地摸了摸弟弟的头，而她的房间还保持着原样。父母让她待在房好好休息，有事随时喊爸妈。然而当他们关门离开时，小敏突然喊了一声：“如果你以为小敏是没安全感才会这样，那就错了。这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她这么干的。”睡前，弟弟在角落拿出一个包裹给母亲，那是姐姐失踪当天她打碎的陶瓷玩偶。弟弟担心姐姐会生气，希望母亲能帮忙粘好送回给姐姐，而这个玩偶也成了日后破案的重要线索。与此同时，房子的另一头，小敏洗澡连门也不关，发生了开头那一幕。洗完澡后，母亲帮她后背涂了点药膏，而她也向母亲投来了3年来的第一次拥抱。你妈虽然很开心，但总感觉孩子有些不对劲，跟以前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可她不知道的是，小敏何止变了个人，而是彻头彻尾被恶魔操控的玩偶。她调了个凌晨1点的闹钟，一到点便从后门走了出去，而准时在外等着她的正是绑走她的人，他们头上戴着诡异的自制动物头罩。隔日清晨，敏妈早早起床想看看孩子，房门已被关上，推开门发现孩子并不在房里，后门被打开，地上还留有带泥的脚印，顺着脚印走过去才发现，原来他躲在了床底睡觉。由于小敏不愿说出这3年的经历，警方派了心理医生跟她沟通。首次沟通并不顺利，小敏总是眼神闪躲也不说话，似乎很害怕经历的事情被曝光一样，不知道是自我保护还是在保护戴面具那几个人。医生提醒敏妈，孩子暂时没什么安全感，你们需要多陪伴他，尽可能让他觉得在家很安全，这才有可能向大家袒露心声。另一边，老马来到纹身店调查，但跑遍了10几家都没人说纹过这个图案。而正当他以为无果准备回家时，却惊讶地发现照片里的小敏竟对着镜子在笑。这瘆人的笑看得老马直冒冷汗。愣神之际，手机突然响了，黑姐打过来说在小敏的衣服上找到了一个指纹，是属于邻国的一个犯人的指纹。此人在小敏失踪前3个月刑满释放，目前在一家动物园工作。黑姐说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抓他。而此时这个人就呆坐在动物园，他似乎知道警察要来抓自己，想趁着在警方来到前先自我了结。只见他在手臂上划拉了2刀，接着套上自制狮子头面罩，毅然决然跨过围栏跳进了狮子区。由于罪犯是邻国的人，案件开始变为2个国家共同负责调查。邻国的调查官是金姐，当晚他们便连夜做了尸检。然而让人惊讶的是，男人手臂上竟有明显的勒痕。Man is vastgebonden geweest, bedreigd. Hij is zelf slachtoffer geweest. 时间来到1点整，小敏又一次跑出了院子，而这一次来的人变成了绑匪老大。只见一个黑衣人从树上跳了下来，对着小敏说了一堆奇怪且没逻辑的话，听上去像是在用这番话控制对方。他给了小敏1粒子弹，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你猜猜我是谁？ Gaga, wie ben ik? 隔日，警方找到了狮头男的妻子。妻子表示，丈夫自从出狱后便再也没联系过家里，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了3年。而就在案子毫无进展之时，另一个辣条展览馆内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一个光头男死在了饲养辣条的玻璃室里，同样的光头男也有一个辣条头罩，显然他们是约好的逐个赴死。更诡异的是，警方在光头身上和吃胖子的狮子粪便中找到了2张纸条，上面写着同一段关于动物的谜语。 Ik verslind alle dingen. Beesten, bomen, bloemen. Knaag aan ijzer, bijt in staal, maal harde stenen tot meel,
dood koningen, ruïneert steden en slaat hoge bergen neer. Prara, wie ben ik? Tijd? Nee, dat staat niet op dat briefje. Nee, dat is het antwoord. Tijd.与此同时，戴老鹰面罩的人来到了老马家中，在每个角落都装上了监控。离开时恰好碰见老马提前回来，老鹰立马拿了把刀躲起来。而老马发觉家里的东西被动过，起初他以为是其他家人回来了，但找遍了房子都没有看到任何人。老马意识到家里来了外人，连忙拿起棒球棍走进小敏的房间。衣橱百叶窗被打开的一块引起了他的注意。Asja. Ja, hier kom ik aan. 下午，心理医生再次登门沟通，而这一次他决定使用催眠疗法。随着节拍器和医生的倒数，小敏逐渐进入了回忆。然而诡异的是，她说感觉自己长了一对老鹰的翅膀。随着老鹰从高处俯冲下去，她看到了自己当天在路边被坏人带走的画面。两个戴着动物面罩的男人将她拖上了一架绿色面包车。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将她推进了一个谷仓。回忆到这，小敏突然尖叫了起来，医生只好暂停了催眠。然而这一切都被背后的人透过监控看到了，而小敏也知道有人在监视自己。他拿起了身后的小熊，对着小熊的眼睛一个劲的道歉说：“我不想说的，请你相信我，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此时他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看过信息的他竟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小敏说想出去散散心，医生说放松一下也无妨，家长这才放心让她独自出去了。却殊不知这一去又害了一条人命。小敏约了男友说想去以前拍拖的地方玩，男友二话不说便将她带到了几公里外的湖泊旁。然而当他问起小敏3年来经历了什么时，小敏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枪，嘴里还嘀咕着那段诡异的谜语。子弹打偏了，两人都被吓到呆愣在原地。却就在此时，老鹰男突然冲了过来，紧紧地勒住男孩的脖子。小敏被吓到走下了水里，可老鹰并没有在乎他，而是将他拖回岸上，紧接着夺过枪了结了男孩。老鹰说：“如果这事儿是你干的会更好，你赶紧回家现场留给我清理。”小敏也不敢反抗，呆呆地往家里走。从他的表现来看，内心显然是害怕的，但行动上似乎又控制不了，听从坏人指挥。敏妈见他全身湿透，连忙带回去换衣服。面对敏妈的关心，他竟说了这么一句话：“Open je fucking ogen！” 大吼完后，他呆呆地走了出去，恰好在走廊碰见父亲，吓得老马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其实小敏这种怪异举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有一次老马找她谈心，她竟主动脱下了上衣，吓得老马眼珠子都快掉了下来。小敏想让爸爸帮忙涂一下膏药，还说只有在爸爸身旁才能感到很安全。当时这一幕恰好被弟弟看到了，弟弟以为爸爸也是个变态，他故意点燃了客厅的干花，引起父母的注意，以免姐姐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还有一次，小敏趁着母亲不在，悄悄躲在了老马身后睡觉。敏妈发现后，她对此的解释依旧还是在爸爸身边感到很安全。敏妈理解孩子一定是3年来遭遇太多不好的事，所以才希望能有爸爸保护，却完全没想到这一切都是背后的绑匪要求小敏这么干的。小敏面对父亲的每一幕，他们都能透过监控看得一清二楚。而以上的怪异举动也让弟弟误会了老爸，他以为母亲之所以会跟父亲离婚，一定是父亲心里不太正常。半夜他悄悄潜入了老马的工作室，意外发现了贴满一墙的简报和资料，这都是老马为找回小敏搜集的线索。但弟弟却误以为老马是迷恋姐姐，似乎所有事情的导向都在指着老马，让所有人都误会他是个坏人，而这就是绑匪的最终目的。与此同时，在深山的某个地方，绑匪身穿怪异的动物服饰做起了仪式，看着他们饲养的秃鹰啃食小敏男友。可怕的是，小敏也在场。Allemaal voor jou。隔日，心理医生又一次登门，跟上次一样采取了催眠疗法。回忆里，小敏说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男人在谷仓里，但是不记得他是谁了。被困3天后，还有另一位女孩被拉了进来，那个女孩反抗，被辣条男扇了一巴掌。头头对这件事很生气，说谁也不能动手打这2个女孩，并在辣条男手掌心打了一枪作为惩罚。回忆到这，小敏被吓哭了，医生只好暂停催眠。醒来后的小敏惊恐地问医生：“刚刚我到底说了什么？”医生说：“你提到了另一个女孩，我们现在要报警处理，尽可能把那个女孩也救回来。”说罢，医生匆匆离开了房子。小敏既恼火又害怕，转身看向了小熊，而刚才的事情都被绑匪老大看到了，他连忙打了通电话摇人。同一时间，医生这边也打电话通知女警黑姐，案件有突破，我现在带录音回局里。挂断电话后，医生匆匆驱车往局里赶，然而还没来得及把消息带回去，意外就发生了。
医生的身体并没有大碍，但迷糊间他看到老鹰在向自己走来。为了保护证据，他忙将刚才催眠的录音藏了起来。很快警方封锁了车祸现场，经调查安全带被人割断，方圆几里也找不到医生的踪影，怀疑是被坏人给带走了。黑姐来到老马家，告知医生和小敏男友失踪的事。她怀疑这一切都跟小敏有关，因为男友失踪前有跟家长交代过约了小敏。可面对黑姐的审问，小敏脑海里闪现出当天发生的事，嘴上却说没见到男友。 Aminka, kom op. Asja, ik denk dat het beter... Weet jij wie Kim of Sammy iets aan zou willen doen? Nee! 黑姐走后，敏妈对老马说：“黑姐的怀疑未必有错，毕竟孩子不仅一直撒谎，行为也十分诡异。可惜在老马眼里，孩子还是那么单纯，他只是受到了太多惊吓而已。为此，他冲回房间找小敏，恰好此时小敏在跟老大聊电话。 Het is de Minotaurus. Je weet wat je moet doen. Winken? 老大提到的牛头怪是影片最关键的词，他们认为天下间所有的父亲都是牛头怪，是一种不关爱孩子的代名词。老马把小敏带到自己的工作室，将资料墙展现给他看，语重心长地说：“这是爸爸能为你做的，你能否帮爸爸找出伤害你的人是谁？”小敏没有做声，而是一把搂住老马。老大死死地盯着屏幕，似乎很期待即将发生的事情。但老马很快便意识到不对劲，一把推开小敏，匆匆离开了房子。任务又一次失败，小敏沮丧之余又不想被对方监视，他拿了个瓶子挡住监控。老大再打来电话也被他挂掉了。显然小敏的内心已经动摇，他在努力挣脱被对方控制。他在墙上圈出了关键人物，接着跑回去告诉老马自己已经给了提示。老马忙跑回工作室，原来幕后黑手竟是自己以前追踪的一个黑老大。没有多想，他连夜冲进黑老大的老巢，在一番激烈的搏斗后，老马抢走了黑老大藏有证据的笔记本，而里面的照片也将成为日后的重要线索。另一边，敏妈将弟弟打碎的陶瓷玩偶粘好归还给小敏。为了验证小敏是否撒谎，敏妈编了个故事：当年在罗马旅游的时候你走丢了，全家人满大街的找你，突然你又站在我们面前，手里就拽着这个玩偶。小敏完全没有这段记忆，却尴尬应付的笑了笑。敏妈问那天你对我大吼的那句睁开你的双眼是什么意思？是跟爸爸有关的吗？还是说你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吗？小敏没有回答，而是反问：爸爸爱我吗？他是不是从未放弃过我？你妈说他从未放弃过你，小敏却说但你有，你还在继续你那平凡的生活，放弃了我的是你。敏妈被对得哑口无言，哭泣着离开了房间。她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解释这些年自己的苦。隔日，她又一次来到小敏房间，发现心爱的玩偶被丢在了地上，桌上居然放着一把小敏非常讨厌的梳子。这一刻，她开始怀疑，眼前这个孩子可能不是她的女儿。见小敏洗漱回来，敏妈非常贴心地为她梳了头，语重心长地跟她解释：妈妈不是放弃你了，但人总要向前看，生活还要继续。我还要照顾弟弟的感受，所以总不能像爸爸那样沉沦在悲痛当中。但宝贝，你的消失始终是我内心的一根刺。小敏被这番话打动了，一头扎进敏妈的怀抱，轻轻地说了声妈妈我爱你。注意看敏妈的表情，显然她压根不相信这个孩子。在送完孩子上学后，她立马赶往了警局，将带有头发的梳子交给黑姐，希望他们能验一下 DNA。与此同时，小敏和弟弟做了2件非常恶劣的事。弟弟在放学后第一时间赶回了家，他在老马的工作室撒满白酒，一把火烧毁了老马3年的心血。待老马赶回来，工作室早已被烧得一干二净。Wat heb jij gedaan? Ik haat jou. Ik haat mama. En jij? Je houdt alleen maar van Minke. Teun, dat is niet waar. Jij houdt niet van mij. Teun, dat is niet Jawel, waar, jongen. jawel. Dat is niet waar, Teun. Kijk, ik wil het gewoon met mijn vader, man. 消防员扑灭了火焰，同时也扑灭了老马心中的怒火。他终于明白孩子的怪异举动，自己这几年来确实忽略了弟弟。他诚恳地向弟弟道歉，沟通过后，弟弟还是原谅了老马。另一边，敏妈男友擅自在学校接走了小敏，并将她带回了自己的公寓。他认为反正弟弟已经在这住了几天，弟弟还说过老马不正常，还不如连小女孩也一并接过来住。却殊不知这一举动竟让自己差点丢掉了性命。小敏在看到他跟母亲的合照后非常愤怒。Jullie zijn allemaal fucking leugenaars. Je moeder en ik maken elkaar gelukkig. Ik hou van haar. Nee, Laat me los. Laat me los. als ik jullie hier heb, dan komt het allemaal goed. Minke, stop, alsjeblieft, Minke. Ik probeer alleen maar te helpen. 小敏被吓傻了，没想到随手一挥竟会这么严重。她想救男人，却发现似乎已经来不及。她一边逃走，一边打着电话跟老大哭诉。恰好此时老马将弟弟送到公寓，见状老马连忙冲上去救人。一时间，所有人都聚到了医院。老马怀疑那是绑匪干的，忙拉着弟弟到一边，叮嘱他陪着母亲，自己要回家看看小敏。惊魂未定的弟弟这才肯告诉老马，他在公寓看到了小敏的书包。老马让他千万别告诉妈妈和黑姐，
等他找到小敏再说。说罢，老马匆匆赶回家中，喊了一声小敏，没人回应。他下意识地拿起拐杖防身。Minke? 他还是迟了一步。早在1小时前，小敏回到家对监控说了句是时候结束了，接着便躺入浴缸结束了生命。这一幕吓得老大干着急。在老马回来的前几分钟，老鹰便将昏迷的小敏给带了回去。此时画面被拉到绑匪的老巢，被吓哭的老大对着镜子自言自语。这一幕被关在背后的心理医生看到了。老大不知抽了哪根筋，竟掏出一串钥匙想解救医生。此刻医生才明白，这个女人有精神分裂，现在是她被压制的人格跑出来了。好人格在试图解救医生。与此同时，黑姐收到同事电话，鉴定结果出来了，梳子上的头发 DNA 与父母不匹配，也就是说她根本不是小敏。 En waar is dan mijn dochter? Wees, wat doe je? Arend heeft Lena. Lena? Je komt nu naar huis. Minke. 女孩正站在路边等公交，一辆面包车却突然停在了前面，而协助绑匪的居然是她的父亲。女孩立马拼了命的逃跑，但最终还是被2个面具人给带走了。她被关在铁笼里足足3天，这些人也没对她做什么，也不知道到底想干啥。直至第3天这个女孩的到来，绑匪的目的才慢慢展露出来。而第2个出现的女孩正是主角小敏。老大把她们当成了自己的姐妹，不允许任何一个手下伤害她们。老大用锁扣扣住2人的手臂，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形影不离，还必须互相了解对方的过往。之后老大跟2人介绍了自己的家人，常年卧病在床的母亲是他最爱的人，但从母亲的眼神来看，并没有什么爱，更多的是恐惧。至于他的父亲嘛，早就被他饲养的老鹰吃掉了。之后他播了一段录像给女孩们看，录像是在一个昏暗的房子里拍摄的，穿格子衣服的是他的父亲，后面那2个就是他现在的手下辣条男和狮子男。只见他们戴上面罩，光膀子站在床边，老大的父亲将年幼的他抱了进去，然后将他的手铐在床边，而拍摄视频的是戴牛头面罩的人。 Wij gaan samen de Minotauers opmaskeren. 说罢，他们将丽娜押到了隔壁房间，而小敏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丽娜被送上手术台。他们以小敏的样貌给丽娜做了整形。丽娜肯让他们整，并非只是害怕，更多的是她也有一个禽兽继父。之后的日子，2个女孩形影不离。老大见他们乐此不疲地分享过往，决定给他们松开锁扣，因为此刻他们已经是相亲相爱的双胞胎姐妹，再也不需要物理捆绑。至于丽娜身上那双翅膀，也是她自愿纹的，因为他们俩都很崇拜老大，希望自己身上也能有像老大那样的纹身。一段日子后，丽娜正式变为假小敏，但距离脱胎换骨还需要最后一个步骤，那就是让丽娜亲手复仇。那个出卖丽娜的继父本以为能卖女儿赚一笔，却怎么也没想到这帮人是冲他来的。老大让丽娜亲手了了继父。丽娜虽然很痛恨继父，但她还是太善良，下不了手。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出手的竟是小敏。一来是她恨那些对孩子不好的男人，二来是她彻底把丽娜当成了双胞胎姐妹。在之后便是丽娜被送回去冒充小敏，糊弄着家人和警方干了一系列奇葩的事，直至丽娜伤到敏妈男友后决定退出游戏，这才又一次回到了绑匪老巢。老马在发现女儿失踪后报了警，敏妈跟着黑姐一起回了家。老马哭着跟敏妈说孩子受了伤还失踪了，敏妈说已经做过鉴定了，回来的那个女孩不是小敏。警察说催眠录音里假小敏提到被绑的还有另一个女孩，相信那个才是真小敏，只要顺着这条线索查，很快就能找到他们。黑姐一直有一个疑惑， Het wordt zoveel tijd gekost hebben, zoveel volharding. Waarom Minke? Waarom deze familie? 很快警方在基因库里找到了假小敏的真实身份，他们找到了丽娜的母亲。由于丽娜跟父亲是同时失踪的，丽妈认为孩子不是被绑了就是被她父亲给卖了。在金姐跟丽妈谈话期间，丽娜的2个妹妹悄悄把姐姐的笔记本给了黑姐，里面记录了丽娜的遭遇。 Dus ja, het is een vreselijke klootzak. Maar nee, hij past niet in het profiel van onze daderslachtoffers, akkoord? 另一边，老马在黑老大的电脑里翻到了一张照片，跟黑老大勾肩搭背的除了辣条男之外，还有另一个男人。老马认得这个男的曾经在一家纹身店见过他，他说找到了一些跟案子有关的东西。敏妈问是不是能靠这个找到小敏，老马点了点头。敏妈眼神立马犀利起来，说要跟他一起同行。之后2人在纹身店逮住了男人，要求他说出绑匪的老巢在哪。男人死活不肯说，气的敏妈直接动手。 Oké, hou het vast. Hè? Hè? Hou het vast! Nog 1 keer, ik zweer het je, ik kan me mee in je ogen hoor. 男人被吓坏了，只好帮忙画出绑匪的画像。至于地点在哪，他也不清楚，因为他是被套着头强行带过去的。回到家门口，
老马立即通知黑姐已经拿到绑匪的画像图了。黑姐说那我现在就去你家。挂断电话后，夫妻走进房子，却殊不知弟弟被抓住了。老大问还记不记得我呢，长官先生，我带你去见小敏吧。说罢他们将夫妻俩逼到门外，弟弟则被锁在了屋内。而就在他们押老马上车时，黑姐赶了过来，见状老鹰立马抓住敏妈当挡箭牌。他对老大说你带老马走，至少我们先把牛头怪解决了。 Uitvallen, handen omhoog! Blijf op afstand. Laat me gaan! 黑姐掀开老鹰头罩，金姐不敢置信，说了句什么鬼？原来这个男人正是她的法医同事，而丽娜就是她在警局档案里挑出来的，样貌、身高、年龄都跟小敏十分相似。至于法医愿意帮助老大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是老大的舅舅。在听到外甥女想复仇后，他当即决定了协助。另一边，小敏一直守着病重的丽娜。丽娜说：“你家跟我家很不一样，在那里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多的爱。”我开始怀疑老大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小敏有些不耐烦说：“但他对老大做了那种事，就必须付出代价。”丽娜反问：“万一老大弄错了呢？万一跟你父亲没有关系呢？” Hij is het wel, hij moet het zijn. Ze twijfelt. Waarom anders deze hele missie? Je weet niet waar je het over hebt. Hij is nooit gestopt met zoeken, Mink. Je vader houdt van je, ik heb het gevoel. Hou je weg! 话音刚落，丽娜突然咳嗽了起来，这下真的是闭上嘴了，断气了。没多久，老大回到家，得知丽娜去世后十分生气。他说：“牛头怪已经抓住了我们，按计划行事。”看着昏迷的老马，小敏一时间愣住了。另一边，狮子男的妻子找到警察金姐，她说在丈夫下葬那天收到了一封信，上面写了段忏悔的话，还留了一柄录像带给警方。金姐将录像带带回警局，而这个录像就是小敏和丽娜之前看的那个录像。敏妈一眼认出了录像里的小女孩，她说她见过长大后的女孩。当年老马有一阵子很迷恋老鹰，他们一家人去过一次猎鹰人的家，当时小敏很害怕老鹰的叫声。敏妈清楚地记得是那个女孩上前安抚小敏的。Hij kent haar gewoon. Hij kent die familie niet. 有了敏妈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便找到了小敏的具体位置。10几个武装人员匆匆赶往现场，他们在牢笼里找到了心理医生，还在另一房间找到了老大。而在警方赶来的前一秒，老大还拔断了气管，亲手送走了母亲。老大虽然是抓住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因为小敏还在按照他的指使将老马带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而更诡异的是，心理医生不知何时起站在了坏人一边。他说那个女人的经历实在太痛苦了。我知道真相是什么。 Hoe laat is het nu? Het is 10:04. Dan kan ik nog niet zeggen. Wat is dit voor gelul? Er staan hier 2 mensenlevens op het spel. 审讯室里，老大提了个要求，必须带上敏妈和黑姐去找老马，否则不会告诉他们老马和小敏在哪。黑姐被气坏了，忙问医生到底发生了什么。医生这才缓缓道来，原来在警方赶来之前，他们让医生给老大做了一次催眠。回忆里，老大听闻屋内传来很大的动静，冲进房子发现母亲被推下了楼，而父亲就站在楼上，这是他精神分裂的开始。他在镜子里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双胞胎姐姐，接着回忆又跳到了录像里的那段经历。镜子里的姐姐告诉他，如果牛头怪不死，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为了自我保护，姐姐人格逐渐取代了妹妹。医生问后来发生了什么，老大说我看到母亲被抬走了，现场还来了一个警察，那个警察将牛头面罩递给父亲，父亲还给了他一沓钱，而他就是小敏的父亲老马。那个时候他还很小，没力气反抗，直至长大成年，他质问父亲戴面具那几个人到底是谁。父亲说出了狮子男和辣条男的身份，却死活不愿告诉他牛头怪到底是谁。他便在母亲面前亲手送走了父亲。随着医生倒数5个数，老大从催眠中醒来。 Zie je, Minke? Je vader is de Minotaurus. 听闻这段故事后，黑姐知道不能再等了。再找不到老马的话，小敏可能真的会杀掉他。为此，他们破例答应老大的要求。金姐和黑姐分2路行动，黑姐带着他们赶往现场，金姐则回到老巢寻找线索。没多久，他们来到一处悬崖，小敏将老马推倒，跪在地上，而不远处就悬停着一架直升飞机。狙击手不停向黑姐申请击毙小敏。敏妈见状，连忙冲上前挡住视线，而黑姐也勒令狙击手不能乱动。小敏质问老马，为什么老大的父亲会给你钱？是不是让你帮忙拍那种录像了？老马解释说，我没拍过什么录像，只是我把我的老鹰卖给他了，那笔钱是他买老鹰的。老大大喊道，但是我看到你拿牛头了。老马一脸懵说，你母亲摔倒了呀，那个面具就在地上。此时被压制的妹妹人格突然跑了出来，对着老大说，张大你的双眼。与此同时，金姐在房子里找到了关键线索，照片里老大的母亲手上戴着很多戒指，再看看她的手掌还留有好几个戒指印，印象里录像里的牛头怪手指上闪闪发光。Dat is mama. Mama.
在妹妹人格的呼唤中，老大终于看清了事实，原来拍视频的人是他们的母亲。与此同时，收到通知的黑姐也说：“牛头怪是你母亲。”小敏恍然大悟，放下了手枪。而老大在对小敏说了最后一句“拉拉我是谁”后，毅然决然地跳下了悬崖，他的灵魂幻化成狮身人面神飞了上天。